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2月22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的节目。我们今天主题有3个，一个是中国4处拘捕中印冲突，质疑中印冲突死亡人数的网民，以及习近平要求学习党史之间的关系啊。第二，中国外交主将24小时轮流对美喊话，急了啊。那么第三，北京继续大力拆毁一国两制啊。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讲3个主题，抱歉，今天我们迟到。2020年去年6月发生了中印之间的冲突，中印边境的冲突啊。那当时印度方面公布了印度方面的伤亡人数啊。那么中国一直就对中方的这个伤亡人数就不说啊，讳莫如深啊。那么时过了8个月啊，中国官方公开宣布啊，说中印冲突有5名解放军的这个官兵伤亡，其中有4人牺牲，1人重伤啊。那么这件事情引发了网友的这个热议啊，其中有一些人就开始质疑官方公布的这个死亡人数啊。那么然后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出现了几个情况，就抓人了啊，抓人。那么总结了一下啊，2月20号，南京市公安局啊，一个警方通报说，这个网友蜡笔小球啊，蜡笔小球在推特上是个大 V 啊，几百万粉丝啊。那么在新浪微博发布恶意歪曲事实的真相啊，那么诋毁英雄官兵的违法言论，然后就蜡笔小新姓裘啊，2月19号将发布违法言论的裘某某啊，38岁，南京人，涉嫌这个滋事啊，寻衅滋事。寻衅滋事是中共用的最多的一个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啊，把它刑事拘留啊。那么这个裘某某其实就是蜡笔小球叫这个裘子明啊，然后裘子明的这个微博账号就这个封闭啊。然后蜡笔小球的一个观点是什么？蜡笔小球的观点很简单，他说你5个人去救他啊，5个人去救他，救那个被围住的这些官兵，然后你这5个人里面呢，有4个人死了，1个人重伤，那你怎么可能是死了4个人呢？那被救的那些人，那不是更完蛋了吗？他就是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你说明这个死了4个人是不对的啊。那么实际上呢，当时的流传出来的信息是中方是死了20个人啊，中方是死了20个人。然后2月21号，这个北京市海淀警方把28岁的陈某强啊，这个以寻衅滋事罪拘留啊，说他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布多条侮辱、诋毁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啊。这是北京。然后四川2月21号，四川省绵阳市这个网民知名 ZED 被指在微博上发表一条诋毁贬损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啊，然后就行政拘留7天啊。那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21号，重庆沙坪坝警方接到举报，有个网友叫 TSCB8 发表贬损为国戍边英雄官兵的言论，然后这个证实王某这个人叫王某，19岁，2019年7月自京旅居海外，然后就对他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网上追逃啊，这人其实不在中国啊，在网上追逃啊，这件事情就闹得很大，到处抓人。
当然还有很多，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不掌握的情况。那么也就是说，中印边界冲突啊，这个死了4个人的这件事情被网友质疑，因为中间涉及到太多编不圆的故事啊。那么抓人，继续抓人啊。我们说另外一件事，跟这有关啊。这个党史学习动员大会20号上午在北京召开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表讲话啊，他说，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时候，是党中央立足党的100年历史的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的重大决策。这也能变成重大决策，学党史啊。然后他要求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然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啊。那么中共今年建党100周年，庆祝100年建党大庆啊。那么学党史啊，拉开这个党庆的序幕啊。那么它到底什么意思呢？新华社发了一篇评论文章，其实把这件事情给点破了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学党史？新华社这篇文章说就说这个习近平在动员大会上首次提出党史观啊。这个习近平第一次提出来有个党史观啊，有深意啊。这是总书记首次公开提出树立正确的党史观这个重要论述啊，就是要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啊。那么旨在干什么呢？旨在旗帜鲜明的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反对抹黑党的历史英烈啊。这个新华社这个评论说，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树典忘祖，妄自菲薄啊。然后他说，这个历史虚无主义是什么呢？对，他这么说，他说，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重新评价的幌子，以死海沟城的借口，试图歪曲历史，割裂源流，否定党史的主流和本质啊。这就是硬核了。有的以庸俗、低俗、媚俗的手段抹黑历史人物与事件，丑化党的领袖，对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等阴谋人物进行细说恶搞，对一些早有定论的汉奸、反动派、卖国贼搞重新评价翻案，企图解构崇高，诋毁英烈啊。然后这些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要学党史。这些年来啊，这些最近10年吧，10几年来，很多人开始慢慢的明白什么呢？明白中共党史里面讲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看到的教科书上的东西都是骗的啊，都是骗子啊。那么很多人就开始去翻查历史，就得出一些自己的结论啊，自己的看法。这自己的看法跟中共党史里面写的说法不一样啊。那么就开始中共党史就开始慢慢的就开始千疮百孔啊，千疮百孔。举例说明啊，中共一直在讲说，这个中共是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那么很多人看历史一发现不对呀，国军几百万正规军在正面战场，
然后这个死了高级将领死了100多人啊，然后这个中国军人国军就死了几百万人啊，高级将领死了100多人。共军在延安大后方积蓄力量啊，只是进行一个零星的游击战，只死了2名将军啊，那你怎么说你是中流砥柱呢？啊，比如说抗战，那还有一些中共建政以后的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你比如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啊，中共的说法是3年自然灾害。然后又说是3年困难时期啊，那实际上大家学者研究一致认为，这场灾难是58年的大跃进赶英超美啊，那大炼钢铁吃大锅饭，最后造成的一场人祸啊。那么实际上这场有很多的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所谓的3年自然灾害。中国人死于非命啊，中共还制造了一个词叫非自然死亡啊，这个非自然死亡，非正常死亡，其实非正常死亡就是一个抹去色彩的词汇，其实应该叫什么？叫死于非命。中国人死于非命，死于饥荒的人数有多少？3600万人。中共也在撒谎啊，一直在撒谎。还有一个就是文革啊，文革10年啊，文革10年就整了多少人？整了1亿人啊！中共在这场文革当中整了1亿人，然后呢，中共自己把它轻描淡写啊，然后习近平上来说，2013年说习近平上来2013年说。不能用后30年否定前30年啊，然后又说这个也不能用前30年否定后30年，然后就把这个把文革淡化啊，教科书也淡化，把文革淡化成什么？放到哪里呢？放在艰辛探索和建设成就里面，把这个文革当做一个艰辛探索啊，这就是习近平看的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文革，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6·4啊，6·4解放军屠杀天安门广场上面手无寸铁的学生啊，那么然后就把这场屠杀变成一个轻描淡写说是一场风波啊，这就是什么叫历史虚无主义。中共其实就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啊。我们为什么要把这2件事情放在一起讲？放在一起讲的原因，其实，中共去抓这些网民，质疑这个中印边境冲突，解放军这个牺牲的人数，他们其实在做一件事情是什么？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追求真相啊，追求真相是这件事情的本质。只要你追求真相，中共就要抓你。就是抓网民的背景，就是不能让你知道真相。中共习近平提出来学党史，为什么？因为当大家都在追寻历史真相的时候，中共党史就千疮百孔，就没有人相信。那么最害怕的是什么？中共最害怕什么？最害怕真相，特别是在党史领域啊。当大家发现中共党史都是谎言的时候，那么意味着什么？中共夺取政权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中共垄断政权就失去了一个理论的支撑。所以虚构历史，维持一个历史的谎言，是中共维持政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这就是习近平为什么建党100周年庆典第一件事情干什么？学党史。学谁的党史？中共编出来的那一套党史。这就是把那个千疮百孔的这个基础再去修补，这是他的任务。这2件事情的共性就是真相。
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啊。第二个主题，中国外交主将24小时轮流对美喊话啊，这个谁呢？也是一个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啊，这个中共外事办主任杨洁篪，还有一个就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还有一个就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驻美大使崔天凯。这三个就是中国的外交主将啊，24小时轮流对美喊话，那么系统的干什么？中美关系恶化的溯源，然后重申中方的红线，然后提出恢复两国沟通设定前提啊。那么先说王毅是2月20号在一个论坛叫蓝厅论坛的开幕式上致辞啊，他的题目是叫对话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啊。那么他在这个讲话当中提出4个要求，4个就是恢复中美关系的4个方面。第一是不干涉彼此内政啊，然后就是中国无意挑战或者取代美国啊，中共一直在讲这句话啊，中共一直在讲这句话，其实这就是他想要掩盖的东西啊。希望美方停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治制度的抹黑诋毁啊，这个比较痛啊。停止纵容甚至支持台独分裂势力的错误言行，停止在香港、新疆、西藏等中国内部事务上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加强对话啊，中方进行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随时与美方进行开诚布公的沟通，展开解决问题的对话。什么意思呢？中美双方的外交层面的沟通，外交层面还没有恢复正常，这是第二。第三，重启两国互利合作啊，那么希望美方尽快调整政策，放弃对中国产品加征不合理关税啊，就是关税，取消关税，放弃对中国企业和科研教育机构实行各种单边制裁，这是第二个，就是交流教育和科技交流啊。第三，放弃对中国科技进步进行无理打压，为两国合作提供必要条件。科技战啊，很担心，这是很担心的地方啊。第四，恢复中美各个领域的交流，希望美方尽快解除对中方教育、文化、新闻、侨务等团体在美国活动的各种限制啊，那这种大外宣机构啊、渗透机构，解除对美国地方政府及各界对华交往的阻吓，鼓励和支持两国恢复高校、研究机构、留学生等正常人文交流项目啊。你可以看一下这4条都是中国很痛的地方啊，都是很痛的地方。他提出来说明什么？这些地方对他影响很大啊。然后是崔天凯在同一个场合也发言啊，他说这个美国必须清楚知道这个对中国政策的界限，必须对双方的战略目的有清晰的认知，双方要坦诚沟通，明确政策边界，然后从而有效管控分歧，聚焦合作，有问题拿到桌面上来谈啊。这是这个崔天凯、杨洁篪啊。杨洁篪在21号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谈中美关系。杨洁篪的重点是什么？多边主义啊，谈了很多这个多边主义啊。多边主义为什么他谈多边主义？他是这样，他谈多边主义跟这个拜登，他其实是针对拜登和寻求跟盟友的合作
而谈的啊。拜登是说我们要放弃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啊，美国优先已经终结了。美国要干什么？美国要跟盟友合作。美国要跟盟友合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就有非常大的压力。中国的应对是什么？多边主义啊，强调多边主义啊。好，我们对这个进行一个评价啊，这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习近平跟拜登通话啊。那么习近平跟拜登通话，我相信中方在此之前是有期望啊，期望这次通话是一个里程碑，就是说两国元首通话，然后中美关系慢慢恢复正常啊。但是其实你认真的看一下啊，这次就是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其实反映了两件事情。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都中方真的中方应该是大失所望。第一件事情，拜登没有重申一个中国的政策。拜登没有说一个中国的政策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美关系的格局没有改变。中美关系的格局是什么？就是川普政府留下来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中美关系的格局。中美关系的格局处于半中断的状态。为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政治上讲，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啊。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不存在的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就是美国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战略威胁，你都威胁我了，我为什么跟你正常的交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既然你对我有威胁，那我就不承认你是唯一的合法政府。就是说，一个中国的政策这件事情是可以考虑，是可以讨论的。当这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中美关系还有一个政治基础，就是说，美国对美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什么？是你不能够对我形成威胁。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什么？一个中国。中国叫一个中国的原则，美国叫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国的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什么意思？三段论，就是中共的政权的合法性，在国际社会中共合法性的基础就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美国来说，作为一个交换，就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一个中国的政策是什么？就是我承认你的合法性，这其实是一个利益交换。所以你看，拜登跟习近平的通话没有解决这个政治基础的问题，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的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习近平跟拜登通话之后，中美两国在外交层面的交往并没有复原，并没有恢复，这是让中国大失所望的地方。这也是这三个主将24小时连续喊话的原因，就中国方面有点急了啊，有点急了。中国方面有点急，还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你可以看到，就是拜登政府嘴巴上没有说太多的话，但实际上，拜登政府在南海、在台湾方面这些地方的很多事情，他做得更极端，更往前走。你看现在，美国有两艘航母战斗群啊，在南海演习啊，然后当然日本有一艘航母，就是整个在东亚地区。美国有3艘航母战斗群还在这个地方保持非常大的军事压力，这是第一个。然后在台湾海峡最近解放军这个过年期间都没有休息啊，继续对台湾防空识别区进行持续袭扰。但是你可以看到美国方面的军事动作越来越直接，直接就派军舰
穿过台湾海峡，直接派侦察机去沿着中国海岸进行侦察等等，就是更强，就是对抗的强度更大更高。而且你可以看到台湾方面的动作啊，你看很多时候你看美国的对华政策，你要看什么？看台湾方面的动作。台湾方面最近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有标志性的动作，干什么？太平岛，台湾在太平岛扩建它的军事设施啊，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啊。台湾去太平岛修建军事设施，肯定不是他仅仅自己有这样的需要，肯定背后他肯定要跟美国商量啊。那你想想看，然后是什么？然后是法国、英国、澳洲、德国啊，都有军舰到南海去巡航啊，自由航行。其实你可以看到，慢慢的出现的局面是什么？就是拜登的这个联合盟友的这个政策，慢慢的开始见效果了啊，见效果。所以呢，拜登政府的战略耐心，大家记得吗？拜登政府曾经有一段时间不断的讲战略耐心，他的战略耐心就是不着急谈判，维持现状，维持什么现状？维持川普政府留下来的对华政策框架，然后开始做盟友的工作啊，建立统一战线。所以我们之前讲，就这个基本判断是对的，就是拜登现在的做法是什么？不激化矛盾，不进行直接的冲突，我先跟你保持距离，然后呢，我做我该做的事情，我先主要搞定内部的事情，然后再搞定外部和盟友的关系，建立统一战线，我再跟你谈。所以你可以看到为什么这个3个主将跑出来喊话，反映的是什么？反映了中国这一边很着急，希望有突破，但是呢又找不到下手的地方，所以都在喊话，喊话就这个原因啊。这是一个，这是第2个主题啊。因为周末啊新闻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新闻我没有时间讲啊。第3个就是北京继续大力拆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啊。那么去年7月份啊实行了港版国安法，那么这次再度出招。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个说什么呢？说这个中国领导人计划遏制香港反对派团体对特首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用效忠北京一派的委员代替这个亲民主的政界人士，他们准备干什么？修改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啊。那么知情人士透露，预计在3月份举行1年1度的会议上，就是人大政协会议，人大将会修改选举委员会的构成进行表决。这个委员会负责特首的选举啊，是1200名委员构成。那么这个修改将会大幅减少甚至取消分配给香港区议员117个席位。区议员因为大选失败啊，就这个区议员选举，建制派这个败得非常的惨，民主派大胜。我的天哪！抱歉，忘记关手机了。所以他会在这个，因为区议员是有这个推举这个选举委员会的资格的，那么他会把这个区议员推举选举委员会的这个选举委员的资格转给谁呢？转给政协委员。这就是可能会发生一件这样的事情。与此同时，另外一件事情，夏宝龙啊，夏宝龙是谁呢？夏宝龙是港澳办主任，他也是政协副主席。昨天发表一篇讲话啊，
发篇篇讲话讲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清除那些反中乱港分子、港独分子啊。他这写篇文章这么说，他说回归以来，反中乱港分子、港独分子等激进分裂势力通过各类选举进入特区治理架构啊，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区域会啊。他说要堵塞有关法律漏洞，切实有效地阻止反中乱港分子、国际反华势力的政治代理人进入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啊，不能允许他们染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现在不允许，将来也不允许。然后他说创立特区和特区制度的权利在中央，所以修改选举制度必须在中央的主导下进行，过程会与特区政府深入沟通，听取香港各界的意见啊。这就是基本上把这个所有的遮羞布全部都撕掉啊，就是要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我们讲一国两制已经被摧毁掉了啊，已经基本上摧毁了。那么现在他要继续拆毁一国两制，这就在香港发生的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香港的事情啊，好不好？那么今天内容比较多啊，连滚带爬把它讲完讲完两件事，总结一下啊，三件事啊。第一个，我们把这个习近平要求大家学党史啊，这个揭开这个中共建立100年的庆典的序幕和最近四处拘捕质疑中印冲突中中方死亡人数的这个网民啊，说他们诋毁英烈啊，这是一个啊，这个因言获罪啊，这个中国现在还是在言论自由方面还属于中世纪啊，中世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国的外交主将24小时轮流向美喊话，反映中国方面是着急了啊，着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北京继续大力的拆毁香港的一国两制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那么我在这里多说一句啊，上个星期天啊，我们进行了一场这个 Clubhouse 的这个聊天室啊，开了一个聊天室，很多网友去参加这个活动啊。那么通过这次聊天室呢，我体会我们还是可以在这个 Clubhouse 做一些工作的，但是现在有个情况，什么情况？很多网友没有账号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上不去啊，上不去怎么办？我就想了一下，网友也提建议说，能不能去这个我们在 Clubhouse 上面语音聊天的时候，能不能直播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上面直播？我想了一下，这个还是个好主意啊，我现在打算什么呢？每个星期天美国东部时间的上午10点钟啊，9点半10点吧，时间没有最后定，我最后还会确认一下，大概9点到10点之间嘛啊，东部时间的9点到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10点到11点，应该是10点钟。那么我们就去这个 Clubhouse 进行一个新闻茶座啊，因为新闻茶座我们可以让大家一起聊啊，我会做一个铺垫，然后大家一起聊。那么同时我会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会在 YouTube 上面直播啊，回头我会出一个公告啊，把我的具体的安排跟大家报告，好吗？啊，大家可以就是没办法去Clubhouse 的同事呢，网友呢，可以在 YouTube 上面看啊，因为那是声音，那个声音可以在 YouTube 上面听得到啊，好吧 ？OK，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
最近5毛很多啊，大家留意一下啊。明线，韩文金，谢谢。星官，谢谢。支持王健老师，您的工作特别有意义。华人之光，谢谢。好，情绪，我不知道到底是谁在侮辱先烈。去年冲突之后，第2个星期，印度就给烈士举行了国葬，中国要拖大半年，有没有国葬？当然没有，只是发个新闻稿而已，还真是够尊重啊。观点，以前还没有实名制，虽然有删帖，但是最多就是被删帖，现在才可怕，彻底实名制，精准打击个人啊。所以我经常讲啊，实名制是什么？是政府的作恶。政府为什么要实名制？我经常讲一点啊，一个正常的社会啊，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拥有公权力，有最多的资源啊，有暴力，有警察，有军队啊。它作为一个一面，另外一边人民是作为什么？人民是作为一个群体存在啊。这个群体存在为什么要作为群体存在？因为它个体力量太单薄，所以人民作为一个群体与政府相对啊。那么这就是民权，这就是政权。当政府把人民的个体从人群中找出来的时候，政府就准备做坏事了啊！政府就准备做坏事了，就是这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当时在讲这个健康码的时候，就是健康码的功能是什么？就是帮助政府把人民从人群当中找出来，因为人民的个体面对政府，就是完全就像一个蚂蚁一样，所以就会这样啊。所以实名制是什么？实名制就是政府作恶啊。提问，很多人只是质疑中印冲突中中方为什么死这么少的人？请问王老师，为什么这种质疑会被抓？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中共最害怕的是什么？真相。他抓的并不是你在质疑这件事情，抓人的原因是你在追求真相。只要你追求真相，我就要抓你，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当初记得吗？见义勇为他要让你判你啊，这要判。中国是唯一的个国家，什么国家？给见义勇为的人判刑的国家。为什么？因为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种人中共很害怕啊，所以他害怕见义勇为的人，害怕追求真相的人，所以他就要抓你啊。和质疑只是你这个行为，他要抓的是你这个行为背后的意图啊。观点，看似兼容并蓄的中国文化，实则使得任何外来的事物，中国进入中国后变了味啊，尚未全面实践就先入为主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典型的就是洋务运动、人民民主专政和啥也学不像的男足。发展的要义就在于找到下一步的目标，付诸实践，然后再找到下一个目标，没有捷径和弯道超车可言。这个话说的没太清楚，但是非常的正确，非常的正确。中国人讲啊，中国文化兼收并蓄啊，说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包容性很强，其实不是的。中国文化没有包容性，完全没有包容性。中国文化的所谓的包容性是什么？就是把所有的新的事物改吧，变成我的东西。所以中国文化它经常，你可以看中国文化发展到后面，越到后面它越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它没有办法吸收新的事物，它把所有的新的事物都变成了什么？变成了旧的事物，装进来，装到口袋里。你看看日本
日本的明治维新，我看那本书，我就看那个电视剧，我很有感触。日本人他不会说我学习西方改吧，变成我日本的东西，我再来用，不是的，他就是照搬。中国上来就批判照搬西方社会的制度，只要你批判照搬这件事情，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你根本没有接受新的事物。日本为什么明治维新会成功？因为它就是照搬，你必须照搬，你不照搬的话，意味着什么？你还是走原来的老路，换了双鞋还是走原来的老路。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处就在于照搬，照搬到什么地步？照搬到日本人都要穿西装的地步，剪辫子穿西装，这就是日本人成功的地方。中国不肯照搬，我得兼收并蓄。兼收并蓄什么意思？就是把那双鞋子拿来，我继续走老路，就这个意思啊。这句话其实这个网友讲的非常的尖锐，非常的正确，我帮他阐发一下啊。提问王先生，你一直强调中共执政需要虚构历史作为理论支撑，在执政初期需要，但他们目前仍然有这个需要吗？他们现在有刀把子、枪杆子，人民就算知道这是真相，还能干什么？当然需要啊！洗脑这个工程，你不小心他醒了怎么办？洗脑这件事情不能停。洗脑工程当中，什么是底层数据啊？中共党史是底层数据啊，中国历史是底层数据啊。那是你没有这个底层数据，你这个现在的这些谎言就全部塌了，那是得有基础的。当然需要，非常需要。对中共来说，它构建的3个历史是它的底层数据。第一个历史是什么？中共党史。第二个是什么？中国近代史。第三个是什么？第三是世界史。这3个历史其实也不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整个历史。所以你看哈，中共在文革当中迫害这些历史学家，老实讲，我真不同情他们，他们是中共的帮凶，他们帮着中共重构了中国历史，我们学的都是那套东西，那套破玩意儿。观点感觉中国正在一步步滑向独裁的深渊，虽然以前也是独裁，但好歹能看到希望。当下的局势让人觉得绝望和窒息，中国人的苦难什么时候是个头？把后面那句话去掉，我前面全部都同意。情绪最近这几天，国内贬邓捧华的情绪导向，意在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这一政治障碍。几个热播的电视剧，诸如《山海情》，都是新一轮的造神运动。这应该是为习在20大上连任布局，形成人民需要我，党更需要我的呼唤。捧嘛，我就没觉得捧。华国锋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在中共党史当中没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啊。就是说，抓四人帮他只是点了个头，其实主要还是叶剑英在干。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让邓小平从他手上把权力夺走而已啊。所以捧我不觉得，我没觉得他捧。贬邓嘛，有没有贬邓呢？我没感觉出来，有贬邓吗？这个我没感觉出来。捧华国锋的政治局常委去参加他的这个纪念活动，这是标配现在都是这样，标配。这是提问，请问王老师，习是否只是为了胜利宣传胜利？就算败了，也是屡战屡败，但是不能让老百姓知道是屡战屡败。他每次都胜利，所以他永远不管打成什么样，他都胜利了，只要胜利就行了。
为什么？失败有政治代价，有政治后果，胜利就没有政治后果。他要的是这个啊。观点就像王老师所说，判定真伪需要常识，这个常识包括2个部分，一个是事实，第二个是逻辑。CCP 在中国做的事情就是用宣传垄断掩盖真相，用苏联的方式破坏逻辑教育，以辩证法取而代之。因此很多中国人没有辨别真相的能力，甚至失去了追求真相的精神动力。很多时候对身边的熟人和朋友的愚昧，我真的是大跌眼镜，最后只能一声叹息。很同意啊。情况坐标深圳，小朋友的洗脑教育越来越严重。今天小朋友说，老师讲印度抢我们的地盘，挑起战事，我们以1抵50胜利，我惊呆啊！情况今天外交部入驻 B 站，大概率也是为了把 B 站一部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进行最后的洗脑吧。B 站就有独立思考的人吗？我没觉得。提问：缅甸这次军事政变就是中共的终极解决办法，在中共掌握枪杆的情况下，老百姓是否只能等待？什么问题？中共掌握枪杆子的情况下，老百姓只能等待？老百姓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去登记选民啊，比如说去选这个人大代表啊什么的啊，这个没关系嘛，宪法的权利也没人拦着你，对不对？我觉得中国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观点：光靠警察、军队、国家机器是不能维持统治的，因为人们了解了真相，还可以罢市、罢课、罢工啊。观点：光靠警察、军队、国家机器可以维持统治的，但必须加以高科技信息控制。我们就不帮他出那么多主意了啊。观点：南海是中国能源与进口粮食的重要补给线，所以中国在南海岛礁新建军事设施，主要是怕给补给线被切断。中国知道这部分，美国也知道。中国若武力犯台，只要台湾守住第1级，美国封住南海，日本封住日本海，中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我们不考虑战争吧，我还是觉得战争我们应该见不到这种战争，理论上来说啊，除非形势发生了我们预料不到的变化。情绪坐标台湾，最近因为盖厂房跟承包商聊天，他说最近盖的房子帮一些有钱人盖别墅，他们都要求盖地下室当避难所。农历年前，我接到国防部后备指挥部的电话，调查我身高体重，要帮我准备教招的衣物。台湾去年退伍军人教招从5天改为14天，而且金饰很多，感觉台湾从上到下都在做准备，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打仗，但有准备是好的。希望我们能守住华人唯一的民主国家。有钱人盖别墅，要盖地下室做避难所。我表示怀疑，啊！为什么？如果打起仗来，你这个别墅的避难室有什么用？没有用啊！除非你是以这个战争标准来修地下室，战争标准来修地下室，你付出的代价就非常的大。我不大相信，台湾的有钱人在盖别墅，然后要盖地下室这件事，我不相信。为什么？你真有那么担心的话，拔腿就走了呀，对吗？是不是？真有钱的话，你走啊，离开啊。观点：希望拜登借鉴蒋介石第5次围剿的做法，稳扎稳打，逐步推进，压缩对手国际活动空间。川普的4面树敌确实让对手发挥了游击战的传统，
各个击破，就像蒋介石的前4次围剿，无法集中优势力量打歼灭战。观点：长期的洗脑，洗得我自己都信了。看这次外交喊话，如同跟省委书记拜登交代中央政策，可笑之极。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YY 式的表述啊。省委书记拜登啊，省委书记拜登呢就比你低一级，那精神上我就高一级啊，像这就是精神胜利法，典型的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啊。提问：最近欧洲大规模的民调显示，大部分民众相信中国在未来10年会超过美国。请教王老师，是欧洲高估了中国，还是低估了美国？我看过这个民调，我不相信那个民调啊。中国超过未来10年超过美国，我不相信那个民调，是原因是什么？我同时看过另外一个民调啊，就是对中国好感、对美国好感这个比例啊，比例呢相差非，基本上欧洲国家对中国有好感的不超过5%，民调这也是民调啊。所以欧洲高估中国，我其实不仅仅是欧洲高估中国，整个西方国家都在高估中国。我认为西方国家就是还是那句话，西方对中国的误判是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高估了中国的实力；第二个层面，低估了中共的决心。就是说中共把红旗插遍全球的决心有多大，西方国家是低估的，所以他们就想不到中共会拿那么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低估了他的决心，高估了他的实力。我们经常讲，18年开始中国人口开始下降啊，然后1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周期开始出现了改变啊，属性开始改变，中国18年开始，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已经开始进入低增长时代。中国把它包装成什么？包装成高品质增长时代。高品质增长时代其实讲的就是西方的增长时代，就是低增长时代。中共自己都在讲，只不过是中共玩了多少年的话术，他还在玩，西方国家没有解读明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什么？城市化。中国现在城市化已经达到70%，中国的农村已经凋敝到什么地步？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一段文，吴作来先生找到的一段这个张立凡先生的一段，他说湖南大学一位老教授回老家过春节的感受。写了一个五言绝句啊，当然不对仗啊，但是它也是五言绝句，说堪比杜甫的石壕吏。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你看一下中国农村凋敝到什么地步啊？过年回乡村，回来泪满襟，不见种田人，难寻儿时伴。多见老少孙，青壮搓麻将，翁殴带幼孙，儿童多留守。儿童多留守，未见爹娘亲。偶见两书生，手机玩不停。青天依旧在，碧水无处寻。这就是湖南大学的一个老教授回春节以后写的一段。这段反映什么？反映中国农村的凋敝。中国农村已经凋敝到这个地步。为什么中国农村会凋敝到这个地步？过去20年、30年，中国推进了一个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增长。城市化、大规模的基础建设、人口红利，这都是过去几十年，还有就是大规模的举债，这几件事情是过去20年到3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本的条件
这些条件到2018年都结束了人口开始下降，2018年人口开始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了，然后这个基础建设盖的现在也就盖的差不多了，然后大规模的举债，中国的这个整体的负债率、杠杆率将近300%了负债率是已经很高了，然后这个基础建设，然后人口红利等等过去了，所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了另外一个循环。什么循环？低增长时代来了，然后老龄化来了，这就是中国。所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整个的格局的判断基本上是误判，基本上没有一个国家看对了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看对，包括美国也没看对作为普通人应该努力去传播真相，去影响身边的人，非常正确。提问：最近英镑上涨的非常厉害，请问王老师是不是因为最近香港 BNO 护照大量发放香港人民移民导致？网友回答：坐标英国，英镑今年一直大涨，以至于在 G10 货币中表现最佳，原因是市场压住英国更快的疫苗接种速度将推动经济更快的复苏。英国目前已经有1/3的成年人接种疫苗，加之去年年底英国与欧洲达成脱欧协议，大大减缓了脱欧方面的不确定性。英国解除封锁之路是否顺利，将是英镑后持续上涨的关键。为什么为什么英国要脱欧？如果你了解为什么英国要脱欧，你就大概会了解什么？大概会了解英镑为什么上涨。英镑上涨的原因，直接原因是什么？刚才这个网友讲的非常对，疫苗英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开始打疫苗的国家，所以我经常讲，你看疫苗的接种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能力在什么水平上所以中国呢，早早的就开始打的现在疫苗还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这非常反映中国的情况，就是政治它很正确，它很有决心，但是做起正事情来千疮百孔，这就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所以等大家都解决这问题的时候，中国还没解决。这个谁说的我再跟大家念一个念一个谁念一个哪去了？张文宏说了这种话，说了段什么话？他说我们现在抗疫对抗疫情取得的成绩，主要是依靠非医学手段，即行政手段，集中隔离、封闭、压制生产和流通。当别人医学手段成熟，大面积运用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落后行政手段，我们的行政手段对付传染病不可持续他就在讲，我们可能会落后的我们可能会落后，行政手段对付传染病不可持续，这张文宏说的。所以实际上中国还不是在用医学手段去解决疫情问题，所以最终还是会反弹。所以你可以看到英国可能会率先走出疫情，这是一个直接的原因。背景是什么？背景其实就是英国脱欧。英国脱欧的原因是什么？3个基本原因。第一个，英国觉得欧盟拖累了它的经济，英国的经济应该比欧盟好很多，这是第一个。如果他在欧盟里面，他被欧盟拖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需要独立自主的国家政策，当然包括外交政策，包括移民政策等等。第三个，英国需要保持跟欧洲的距离，他需要美国，但是你想一想，欧洲跟美国翻脸，那个时候那因为这个美国优先
英国发现它不能够跟欧洲，它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比欧洲跟美国的关系要更紧密，所以这就是英国脱欧的原因啊。所以你把这个原因搞明白了，英国如果离开欧洲，理论上来说，它会有更好的发展啊。提问：最近国内原材料暴涨，塑料、纸张等原料单日涨20%多，现在我们公司已经不接单了，一单一谈，开工之后基本上没什么事情可做，很早就下班。王老师是否可以讲一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造成这个原因很简单，通货膨胀来了。这次通货膨胀是什么推动？成本推动，是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就是原材料的成本啊。那么这一轮的通货膨胀会非常迅猛。那么去年的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所以我相信这次的通货膨胀会非常的迅猛啊。提问，请问王老师，海外华人如何减少中共祸害事件造成的他国对华人的怨恨？中国的各种作为使世界各国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越来越差。我基本上不同意啊，就是说中国干了什么坏事，海外华人会承担责任。为什么？除非你还是个中国人，理论上你是个美国人，你不是个中国人啊，你只是有中国血统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一提这个问题呢，就说明什么？你没有把你自己当美国人，你没把自己当英国人，你还是把你自己当中国人。那么中共干的坏事，中国人去承受，然后你还把自己当中国人，你自己当然你就自己叫什么对号入座了。如果你没有对号入座，你有什么担心的？你是个美国人，中共做的恶跟你有1毛钱的关系吗？没有1毛钱的关系，我不觉得，我不这么认为，所以这个我不同意啊。明谢李志毅，谢谢，给王老师拜个晚年，谢谢 KDK，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